我是徐乐本鲁罗洛。本次影片要带来在8月13释出的《原神 3.0 前瞻直播重点整理懒人包》，由于会直接跳过 2.9 版本直奔 3.0， 因此这次的更新资讯可以说是相当大量，并且是十分重磅的消息。其他元素中最后一个神秘的草元素也即将要登场了。 因此 3.0 版本不只是一个新的国家到来，也将会是大幅度的元素反应战斗机制的更新。影片将会重点整理带来 3.0 虚拟版本的卡池资讯、新角色、新地图、新怪物、新生物、新武器、草元素反应、新剧情、版本活动、新功能与优化以及相关的彩蛋与细节补充。若是对于角色卡池不太清楚该怎么抽取的话，洛洛也会在稍后影片中大致提供角色的定位来分析抽取建议。影片开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洛洛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 上把卡池首要登场的是新的5星角色缇娜里，以及复刻岩神钟离，并同步加倍新的4星角色克莱。要注意的是，缇娜里并非限定5星角色，在 3.1 版本后将会进入常驻池，因此也就等于后面的小保底如果歪了的话，将会多一只角色出现的可能。而克莱虽然在本次卡池加倍，但后续也可以在完成版本活动的同时，直接免费获得一只。缇娜里为5星草元素弓箭角色。 由技能组特性来看，角色的定位会落在战场主 C， 主要的输出特性为透过蓄力射击来进行输出，类似于干羽和萧公一样，有2段蓄力射击的效果。1段蓄力会造成草元素伤害，当累积到2段蓄力时，则除了发射能造成草元素伤害的花旅箭外，还会额外发射4枚会追踪敌人的藏运花矢，并再次对敌人造成草元素伤害。而元素战技则会释放一个试运领域。 神秘的领域中会产生幻象，使领域中的敌人受到嘲讽，并使接下来的3次蓄力射击时间缩短。当释放元素爆发时，会释放6枚能追踪敌人的缠藤箭，造成草元素伤害。缠藤箭还会在命中敌人后形成次级缠绕箭，对附近敌人进行追踪和造成草元素伤害。缇娜里的元素战机和元素爆发都是具备多段与追加的攻击效果。 也是一名依赖重击输出的角色，同时被动天赋中也会基于缇娜里自身的元素精通来提升重击和缠藤箭造成的伤害。初步来看，洛洛认为缇娜里会是一名十分不错的草元素5星 C 位角色。此外，缇娜里的被动天赋可以在小地图上看到须弥地区的特产，在搜集相关的须弥角色突破材料时会相对方便不少。也顺便补充，关于缇娜里的名称是来自于一名阿拉伯的知名农业与植物学家。 他在农业科学、语言学、植物学、医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深度与广度，和缇娜里这名角色的设定也十分契合。而角色外观圆形的大耳朵，则是来自于一种沙漠地带可以看到的耳廓狐。大大的耳朵可以使其在沙漠中散热，并且方便捕捉各种声音资讯。克莱为4星草元素弓箭角色，活动中可以免费直接获得，定位偏向于类似相邻的后台挂草副 C， 普攻技能组比较普通。 元素战技可以投掷1枚类似回力镖的飞叶轮，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草元素伤害；而元素爆发则是丢出一个类似兔兔伯爵的克里安巴玩偶，玩偶会在区域中不断跳跃，并对范围内敌人持续造成草元素范围伤害。而克莱也有着类似于安博的被动天赋飞行冠军，能够让队伍中角色在滑翔飞行时消耗的体力降低。此外，当一技能在触发草元素相关的元素反应，举凡燃烧、原激化、超激化、慢激化、绽放。 超绽放或烈绽放这类反应，一技能会在产生增加草元素伤害的额外效果。同样的，若 Q 大招有触发草元素的相关反应，也会使玩偶的领域存在时间得到延长。总体来说，这个克莱就像是一个外观类似于干羽，技能组偏向于香菱，实质上又类似于安博作为给新手的免费草元素向导角色。 但洛洛会认为克莱在组队的实用性上还是会有许多发挥空间的，将会是一名很推荐培养的挂草副 C。下半卡池则为干羽和星海的双副科，以及加入新的4星雷元素角色多利。多利为4星雷元素双手剑角色，怎么又是让萝莉拿大剑啦？角色定位为辅助奶妈，作为辅助定位，普攻技能组就不是太重要。元素战技发射的断除烦恼炮，命中敌人后会产生2枚自行追踪敌人的售后服务弹。 伤害倍率并不高，也不具备挂雷效果，因此只能作为一招回复能量为例的过渡技能。元素爆发会召唤一个灯中幽精，并且会与附近的角色相连。在持续期间内，位于场上的角色回复血量和元素能量，相连的线在触碰到敌人时，还可以对敌人造成雷元素伤害。透过解锁被动天赋，只要在触发草元素相关反应的同时，还能让 Q 大招的冷却时间减少。
而若是选择多利合成角色和武器制作材料时，会有几率返还部分材料。这边也稍微总结一下 3.0 卡池的初步抽取建议。由于钟离、甘雨、星海都是已经复刻过2次以上的角色了，相关的角色定位以及复刻 Q&A 也都做过详细的影片了。因此，如果还有不了解这3名角色的定位和作用，可以再回去好好复习先前的影片，搜寻角色名称空格洛洛来查找。如果不知道该不该抽、如何组队，若是要补命做的话，应该补到几命等等。洛洛都有在影片中加入3到5种组队范例的片段，这些组队阵容都是最好组，也都是能够打升级螺旋的队伍。因此，只要看过影片去找组队范例，例如自己的主 C 练萧弓，就可以看萧弓的影片中非常推荐钟离来保护萧弓受击，影响5段普攻的伤害，也就能知道如果自己的队伍中还缺钟离的话，就可以抽钟离。再加上看过钟离的影片和复刻 Q&A 的相关问题后，也会知道没有什么钟离退环境，到现在海岛幻境都还在用钟离逃课，许多队伍也都可以放进钟离来打活动关卡和升级螺旋。岩神所给你最佳的安全感，用过的人都知道。而甘雨是一名强力主 C， 复刻 Q&A 中也有提到所有甘雨培养时会遇到的问题。每个人的角色池状况不一样，有人有了神力灵华就不想要再有第2支兵 C， 有人用手机玩担心手残用弓箭射很卡手。所以看完相关的影片后，如果想抽甘雨作为自己的5星主 C， 就可以依照自己的状况来给出最适合自己的答案。星海也是一样，假如你的组队目标为最强永动队神鹤万星，目前缺星海，那就是必抽，就跟你打麻将或扑克差最后一张牌要胡了的意思一样。但如果自己的队伍本身没有在练永动队，挂水工具人和奶妈也都足够使用的话，那就不需要抽星海。总之，洛洛的结论会是这3只角色都很棒，都有4到5星的推荐度，因此都很推荐抽。假如你已经有了，也可以考虑往上补命做到自己最舒适的输出手感。但总体要不要抽，还是要看你自己的组队阵容状况来做规划。草元素和水、火、雷以外的元素并不会起反应，因此在你角色池不深的情况下，选择抽钟离或甘雨，就等于是要先和草元素的队伍体系距离拉远。但如果没那么急的话，大概率3.1还有草元素角色可以抽。所以假如原石不够又难以抉择的话，萌新1支5星主 C 都没有，可以先抽甘雨或缇娜里。主 C 已经有1到2支了，就请多抽一点辅助角色，以备打升级螺旋的不时之需。此外，若是升级螺旋基本都能满星，可以放眼 3.1 版本可能会出来的草神纳西达和手厨翻倍重置，将原石用在后面的版本和后续的须弥限定5星角色。此外，也因为缇娜里是常驻5星角色，克莱同样也是会进入常驻池中，因此洛会建议若不是真爱党的话，可以不用在 3.0 抽太多。说不定后面你就会希望缇娜里不要再来这里了。加上如果你的篮球相遇之源囤得够多的话，也可以在 3.1 版本时看有没有机会抽出缇娜里。不过就缇娜里和克莱的技能组来看，这2位作为草元素起手的主 C 和副 C 角色，其实都具备一定的强度。因此若是想要开始着手建立草元素相关的体系队伍，也可以考虑往草元素相关的3态转换方向组队。并且如果抽了缇娜里，也建议再抽专武猎人之镜，不止主属性和被动效果契合之外，也因为常驻池里面的武器种类很多，想抽还不一定会中到自己想要的那把，不小心抽中猎人之镜，可能还会变成一把不知道给谁用的痛苦弓。因此喜欢缇娜里和草元素的，也可以趁加倍的时候将专武抽个至少1把出来。当然这边说的是原石已经积存到一定数量的玩家，假如自身原石量很贫瘠的话，有免费的氪来玩也是很不错的。真的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抽，等到 3.0 版本时装后，洛洛也会再就相关的实测心得再整理抽取方向。这边也要特别注意版本更新时间，在 3.0 到 3.2 版本的更新时间中，每个版本的时长会缩短为5周。与此同时，季行的每级等级所需经验也会减少为900。不过官方承诺，虽然版本时长缩短，但相对的内容和奖励不会变少，因此等于大家可以用更少的时间内玩到更为密集的活动。此外，这边也可以特别注意一下，3.1 版本的更新日期是在9月28号原神2周年当天。如果去盗窃雷神登场之时是在 2.1 版本，那么须弥 3.1 版本又刚好遇到周年当天，是不是可以期待一下 3.1 版本大概会出什么角色了呢？本次 3.0 版本也会同步时装缇娜里的传说任务剧情。缇娜里不只是须弥的巡灵官，也将会是带领我们了解须弥的其中一位向导。在剧情中也会更加了解关于须弥这个国家的背景和名为死域的故事。须弥的魔神任务将会从 3.0 延续到 3.2， 一共3个版本。在 3.0 版本将会更新2幕须弥的主线魔神任务。前单直播中有些前导资讯提到，我们将会从岑岩居出发，穿过一片很广大的雨林到成林，来到这个具有雨林、沙漠和各种异域风格的须弥。
在 3.0， 我们所要接触的主要会是雨林的区域，路途中会遇到许多须弥特有的新怪物和生物，而现任的草神小吉祥草王是在500年前凯瑞亚覆灭后诞生的。而在此之前，须弥的前任草神为伟大的大慈树王。在大慈树王离去后，追随大慈树王的学者们建立了教令院，并将知识这种看似无形的意识，用以一种有形的资源，透过大慈树王所留下的虚空系统做管理。假如须弥的居民需要取得知识，就可以使用虚空终端来随时提取知识。从 3.0 到 3.2 版本的剧照画面来看，并且加上原神推出角色卡池的同时，都会绑定着剧情的逻辑。目前扣除掉已公布的角色，还有纳西达、艾尔海森、尼禄等角色尚未加倍，但应该也会有很大几率将会是其中的角色在 3.0 和 3.2 版本时装到后续卡池中。7大元素的最后一块拼图终于要拼上了。与此同时，在须弥地区的一些植物也有着能与3种元素反应的特性，只要对其使用水、火、雷元素等，该植物就会产生各自不同的形态转换。在充满生机的雨林中，我们还能遇到须弥特有的小精灵，而在雨林中也会有着特殊的雕王，一块名为死域的危险区域。关于草元素和其他元素的反应机制，多洛会在版本时装后进行相关的测试，这边就先大致上带来前瞻直播的草元素反应重点整理。草加火的燃烧反应从最一开始的版本就有时装了，因此并不算是一个新的反应，只要触发燃烧反应就会产生持续的火元素伤害。若是草元素加雷元素则会产生原激化反应，并使敌人处于原激化状态，而此时再用雷元素攻击处于原激化状态下的敌人时，将会触发超激化反应，使敌人受到的雷元素伤害增加。而若是使用草元素攻击处于原激化状态下的敌人，则会触发慢激化反应，使敌人受到的草元素伤害增加。这个机制是简单暴力的直接伤害提升。多洛觉得草加雷的队伍玩法将会是一个让草和雷元素的队伍提升的新时代。若是当草元素加水元素触发绽放反应，则会产生草原核。若持续触发绽放反应，直到草原核的存在数量达到上限后，这时若又再产生新的草原核，草原核会爆炸，造成草元素范围伤害。若场上的草原核接触到火或雷元素，则还会再产生二阶反应。当草原核碰到火元素，会引发烈绽放，使草原核的爆炸伤害威力更强；而当草原核碰到雷元素，则会引发超绽放，并产生慢生弹，转化为一颗具有追踪能力的草原核。3.0 版本也会新增2套全新的圣物，将可以在到时候开放的须弥地图中找到圣物副本进行挑战。第一套森林的记忆套装，主要就是提供给草元素伤害角色使用的圣物套装，2件套可以提供 15% 的草元素伤害加成，4件套效果可以在元素战绩或元素爆发命中敌人时，使命中目标的草元素抗性降低 30%， 持续8秒。第二套噬金之梦套装，则是适合给依赖元素精通的输出型角色使用的圣物套装，2件套提供的80点元素精通，4件套可以在触发元素反应后的8秒内，根据队伍内其他角色的元素类型，假如装备圣物的角色为雷元素，队伍中还有同为雷元素的角色的话，会使装备者的攻击力提升 14%。而此外，若是队伍中有与装备者不同元素的角色的话，每一个不同元素的角色可以获得50点元素精通，最多可以提升150点，每8秒触发一次，即便角色处于后台也仍有效果。这类圣物套装也会蛮适合改电队中的成员，例如8重神子、菲希尔等角色。随着须弥新地图的时装，也会加入对应该地图的特色锻造武器，都是具备木质感的5种锻造武器。武器图纸或许会和到期锻造武器一样，要解一些特定的世界任务来取得。锻造单手剑原木刀，等级突破后增加的是元素充能效率，被动效果在触发草元素相关反应后，会产生一枚可以持续的叶子，拾取后可以获得元素精通加成。锻造双手剑森林王器，等级突破后增加的是元素充能效率，被动效果在触发草元素相关反应后，会产生一枚可以拾取的叶子，拾取后可以获得元素精通加成。锻造长枪贯月矢，等级突破后增加的是元素精通，被动效果在触发草元素相关反应后，会产生一枚可以拾取的叶子，拾取后可以提升攻击力趴数。锻造法器盈满之时，等级突破后增加的是元素充能效率，触发元素反应后元素精通提升，但攻击力降低，最多叠加5层。未触发元素反应时，将每6秒失去1层。角色处于队伍后台也能触发效果。锻造弓箭王下进士，等级突破后增加的是元素精通，释放元素战绩或元素爆发后，获得元素精通加成，在切换角色时会解除效果，在 buff 时间结束或切换角色的同时，会对附近一名敌人造成伤害。猎人之镜为5星弓箭，与提纳里一同时装在同一期武器卡池，等级突破后提升的是暴击率，
主要的效果为增加所有元素伤害12%，并且在施展重击命中敌人后，基于自身的元素精通提升造成的伤害，效果将会在持续时间结束或是命中次数到达上限后消失，为缇娜里的专武。新的4星弓杰泽是一把外观很特殊的斜云弓，类似于之前的斜云大剑，取得条件和盗窃的渔获一样，可以透过钓到虚名的指定鱼种和数量来兑换。等级突破后增加的是元素冲的效率，在释放元素战机的攻击命中敌人的同时，可以造成范围伤害，适合速切型或战场的输出型弓箭系角色使用。3.0 须弥版本也会时装许多须弥特有的新怪物，虽然接下来提到的怪物已经有很多种，不过从前瞻版本的直播画面中，还有许多新怪物是没有出现在介绍里面中的，像是草元素的漂浮密林等等。第一只登场的野外 BOSS 就是看起来很像一种鸵鸟的翠鳞孔迅，也是我们可以挑战的首只草元素的野外 BOSS。在其身上可以搜集到草元素相关的培养素材结晶，以及也会大概率掉落缇娜里和克莱所需要的等级突破材料。这只 BOSS 的输出方式需要注意，在它处于一种名为活性化状态的同时，会猛烈攻击直到自己精疲力尽。但如果 BOSS 在未处于活性化状态时被火元素攻击触发燃烧反应，则会变得枯焦，并且向四周散播孢子，并产生驯兽来摆脱燃烧状态。接下来的新 BOSS 则是还没看剧情的人最讨厌会遇到的暴雷树啊，或是说撤电树。撤电树就是类似极冻树、爆炎树同一体系的 BOSS， 稍微不同的是，撤电树会在根部或是花冠处凝结出雷元素核心的器官，当器官转移会改变撤电树的形态，同时凝结出银极花蕊或虚极花蕊。两种花蕊存在在场上时会互相吸引，并在相撞后产生强大的电荷爆破。须弥的野外区域也将会出现遗迹机兵系列的遗迹龙兽，外观长得像是一个有双脚的移动式鸡腿，攻击时会周期性放出能量洪流攻击敌人，并且会在受到对应的元素伤害类型之后，提升自身对先前受到该元素伤害的抗性。此外，在直播过程中没有介绍到，但我们可以从画面中看到类似盗宝团的新敌人镀金旅团，也可以看到有别于层岩居渊地下矿区的新驯兽，比起地下矿区的驯兽体型更大，并且也有着不同的元素种类。接下来是关于 3.0 的版本活动介绍。首先介绍的雕琢童心是可以让我们无条件直接免费获得克莱加入的途径。主要的活动流程是和克莱在须弥的各个地方来搜集灵感素材做玩具，可以透过拍照留影和巨兽战斗完成挑战，参加类似跑酷的即行玩法。从这个活动中会跑遍须弥的各个地方，也会让我们更加快速了解须弥这个国家的地图。一审的论证中会提供给我们完整的试用队伍来参与活动秘境。我们可以使用特殊的药剂，让敌我双方的时间暂停，形成 Zawarudo 的时空停滞状态。在停滞状态的时间限制内，我们要透过取景框来捕捉敌人的破绽。当累积到对应的破绽数量，就可以释放超感技能。而破绽数量越多，超感技能的威力也会得到提升。主要就是透过特殊的机制来击败对手。天际深岩可以让玩家自由使用拥有的角色，或是使用官方提供的试用角色。每一个试炼共有3轮挑战，并透过试炼关卡中提供的特殊装置来获得1个或多个以上的 buff， 尽可能的击败越多敌人，获取越多的评分，并解锁对应的文章来帮助战斗。秘宝寻踪活动是小精灵的复刻活动，主要就是和 NPC 沃尔曼索取藏宝图，到指定的地方进行寻宝，挖掘古铁钱，最后将古铁钱拿去商店兑换奖励和仙灵。这次的仙灵新增了草绿色。力麦乙勇也是许多玩家熟悉的老活动了，每日3次，透过消耗单次20点体力数值获取双倍的奖励。在系统优化方面，环胜奥基新增了 1.2 版本之前的圣物套装到合成台中，原本3换1的指定套装选项中只能换4种套装，但 3.0 版本从画面中可以看到雷本、冰本、风本、火本、岩本等等的圣物套装都加入到了选项之中。以后想刷火套又觉得痛苦的人，再也不用硬着头皮去火本坐牢了。越后面版本才加入的新手，是不是也将不会再有火本坐牢的回忆了呢？孩子啊，让我跟你讲一个火本坐牢的故事。须弥版本也将会新增新的道具王树瑞用，推测可能是须弥声望达到指定等级后可以获得的道具。在使用道具后，直接获得附近树木的木材，冷却时间从画面看为15秒。不晓得是不是可以在较为茂密的树林中直接一次收割大量木材。若是可以的话，这个道具就快等同于砍树版的除草机了。试验型超燃灯透过消耗一些不要的矿物，提升食材加工的效率。鱼线稳定器则根据过去钓获的鱼类数量，在钓鱼处于最佳张力区时，获得不同等级的提升效果。从 PV 和 IP 负责人的对谈片段中可以了解到，须弥城围绕着巨大的圣树而生，并且由上到下分为不同的结构。我们会先从树根出发，
看见具有生活氛围的大巴扎。冒险者协会和凯瑟琳的位置也将会出现在这里。此外，也会有剧场和咖啡馆等等的新场所。而再往上走到中层，就会来到教令院，可以在这里遇到6大学派的各种不同的学者。在6大学派的6大学院中，也可以看到各有不同的代表颜色和标志。这比霍格华兹的学院还要多呢。而在最顶部，则是有一处人迹罕至的宫殿，要进入内部并不容易，并且须弥城主要城区都会受到教令院的管辖和限制。因此，若想要不受限的探索，可以前往相对自由的奥摩斯港。在这边可以遇到许多商人和旅团，也是教令院管辖范围的灰色地带。在画面中也可以看到，届时会有新的草国系列风之翼，看起来超好看的哦。在关卡设计师的对谈画面中，可以看到须弥区域包含了雨林、沙漠和死域。而综合整段直播的片段下来，沙漠地区应该还不会在 3.0 就马上开放，应该会是类似于蒙德与龙脊雪山之间的关系，属于后面版本会另外时装的新区域。在 3.0 版本上线的同时，也会上架新的 OST 流星的轨迹，收录从 1.1 版本起的所有版本 PV 音乐。以上就是 3.0 前瞻直播懒人包的重点整理和补充，不知道大家最期待须弥的哪个部分呢？后续关于新角色的实测心得和新地图的探索攻略，洛洛也会在版本时装后制作相关的影片。另外，洛洛的频道攻略组成员在募集中，希望募集更多和洛洛一样对制作原神攻略有热情的伙伴加入。有兴趣可以到影片描述栏找到表单报名。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时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群鲁邦会员，或是点击超级感谢赞助洛洛杯鲜奶茶。最后喜欢这支影片，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我姐每周日晚上会固定直播原神，每周1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 YouTuber 鲁洛洛，我们下次见喽。